喂，这件事情啊，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。方姐，我没想到这事儿会闹成这样。按照组织纪律，事情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参加任何工作。你已经多少年没有假期了，就权且把这一次临时的停职当做你一个假期吧。好，就是张强的案子正好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我会盯着的。再说傅小柔和张小波现在也能独当一面，这你就放心吧。另外，这件事你还得抓紧时间，写一份情况说明。好。去。傅小柔，高健的情况你都知道了，可张强的案子又很吃紧，希望你们不要受什么影响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需要什么支持啊，直接和我说。我听说高处被停职了，没有停职，只是暂时不能参与工作。马队已经安排小韩去盯高处这件事儿。那个地方是个监控盲区，也没有人看到事情经过，可能对高处非常的不利。白哥，水下录像已经接通了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好。喂，高处，小柔，现在那个尸体打捞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水下救援队正在24小时进行打捞。那这样，你看，你跟马队说一下，看他方便不方便，把打捞的所有时间的视频给我发一下，我看看。对，发我邮箱里。好，知道了。小柔，什么事儿？喂，马队，请你帮个忙。
我现在在滨海公园，我发现了一个摄像头。虽然它不能直接照射到公园里面发生到什么，但是它对面的那条马路，只要来往的车辆里装有行车记录仪，就一定能拍到高处是否打人。你还真用心了啊！交给我吧，查找路过的车辆，这我能办。但是这个排查工作会很重，再难也得查，啊，放心。谢谢啊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不用谢啊，拜拜。喂，高处。小柔，我正在看你传给我那个打捞的视频，27分56秒啊！你看那个灰黄色的物体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，就是尸体在水中或者在潮湿的环境中与空气隔绝，体内脂肪会发生变性，就会出现皂化现象。这个灰黄色的物体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打捞的尸体的一部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查。停，就是这个画面，你们看像什么？这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，像一个倾斜的石头墩子。色泽呢？这看着像肥皂。以江东市现在的水温条件，尸体很容易皂化。皂化？你看，这很有可能是皂化了的尸体的一部分。老翟，通知一下打捞队，重点排查第27盘的这个入水点位置。好。继续放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水库打捞的现场。在公安局专案组经历了1个多月的努力奋战后，就在这片近3个西湖大小且深100米的水库当中，成功打捞出了受害人的尸体。经历过多次的失败之后，就在水库大坝旁的一次水域，终于搜索到了受害人和当时悬挂在受害人身上的千斤顶。江东电视台记者叶子瑶将持续为您做跟踪报道。喂，高处，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。高处，现场的法医说，估计很难判定死亡原因。马队，证据固定，别再出差错啊！队长，田小涵，左秦的外国丈夫被打的事儿查得怎么样？队长您看啊，根据监控录像显示，当天晚上滨海公园的附近一共经过了23辆车，我们现在已经排查了18辆，还有5辆尚未联系到车主。抓紧啊！好。死因不明，2个犯罪嫌疑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口供。这种证据怎么能证明就是故意杀人呢？虽然我觉得人就是赵东杀的，但这风险也太大了吧？小柔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确定。社会舆论压力太大了。当然我知道我们不能被社会舆论压力所影响，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纠结。如果实在感到纠结啊，去问问高处，看看他对这件事会怎么处理。高处的意见对你们俩来说仅供参考，可不是命令啊。案子怎么样了？尸体找到了，身份已经确认，就是张强，但是死因不明。赵东他不承认杀了张强，这个案子现在有点扑朔迷离了。那你们怎么打算的？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啊？我现在有点懵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，说不要太依赖口供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冤假错案。当时我觉得说的挺对的，但是现在我面临的情况是没有口供，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些证据串联起来。没错，这种命案
最害怕的就是嫌疑人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供述。你们真的确信赵东是凶手吗？我不确信。我就在想啊，赵东他为什么要杀张强？他杀了他，跟谁要钱去？可是赵东多次扬言要杀了张强呀。你们还多次扬言要请我喝咖啡呢，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付的钱？是你们心里认为到这儿喝咖啡就一定我要付钱，对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付钱呢？这挨得上吗？挨得上，挨得上。确认真相必须要秉承无罪推断的原则。那你觉得是谁杀了张强？这个人隐藏得很深，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赵东很有嫌疑，但是我们从内心没有确信，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，这样才是最坚定地遵循了疑罪从无的原则。也不能这么说。高处，这样吧，你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是你，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起诉赵东，就像今天我还会说，这咖啡我来请，但是我没带钱。以故意杀人罪、盗窃罪起诉赵东，你知道后果吗？知道，故意杀人罪肯定定不了。明明知道结果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首先，这个案子不存在有无罪风险，因为最起码赵东他拿了张强身上的财物，就算是盗窃，所以赵东至少不会判成无罪。我们选择加上故意杀人罪，主要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知道赵东是不是真凶，我们心里都存着这个疑问，他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法律规定，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出示给被告人。如果赵东确实是杀人真凶，那他会不会在法庭上因为看到我们所有的指控证据而良心发现，把真相说出来？这也未可知，一定要等到开庭的那一天才知道。第二呢，我们是觉得是可以尝试的。这个案件现在舆论的关注度很高，网上舆论一片声讨赵东的声音。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舍掉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，那网上会一边倒的攻击我们检察院，而且这种攻击是非常不理智的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所有的证据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起诉到法院，让法庭将这些证据公布于众。就算到最后法院判定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不成立，但至少也宣扬了一次疑罪从无的法治观念。还有第三，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个案件，他如果另有其人，那这个真凶此时此刻一定密切关注着这个案件的审理。如果他发现检察院已经认定了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，那这个真凶很可能到法庭来旁听这次庭审。这是犯罪人在得知自己能够逃避法律制裁后的一种获胜的心理。我们可以在开庭前通过媒体报道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情况，故意透露给对方对于起诉事实的确信，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预约旁听系统来检索每一位旁听者。凡是跟被害人张强有关系的、有交集的，那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查，说不定真凶就在里面。就这3点，所以我们认为输一场没关系。小柔啊，这可是你第一次
当第一公诉人。如果最终拿了一份抹去了重要事实指控的判决书，你甘心吗？这个人隐藏得很深，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。但是我相信，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。我会甘心，只要对案子好，我无所谓。这是高健给你出的主意？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我真没想到高健会动手打你。你现在还坚持要回你孩子的抚养权吗？当然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那你，姐，我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坦白。他并没有打我，的确是我自己摔倒的。卡洛斯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还是希望你能站出来澄清这件事情。我可以去澄清，但是你也得好好想想。大家肯定不相信，一个暴力倾向的爸爸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。Jim，现在的状况对你很有利。喝吗？不，我喝。哎呀，你这儿真好，真清静，没人烦。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吵架了？我这点破事儿你还不清楚？到这儿，拍子。洁癖，你真是。说正事儿啊，注意，张强的 DNA 提取出来了，吻合度99.99%，没跑。大家的功夫总算没白费。还有二呢，重要的是二。你打架那地方没摄像头是吧？在那儿离马路很近，还是主干道。虽然车辆不多，但我们还是从一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上查到了记录，拍到了我们争执的画面。老外自己摔倒的，跟你没任何关系。谢了，老马。那得请我吃火锅呀！哎，吃羊的不吃鸭的啊？你鸭子我羊了。不跟你开玩笑，别谢我，谢错人了你。谢谢付小柔那丫头。什么意思？人家费多大劲啊，就找到你这点线索。这丫头对你不是一般的上心。别胡说，我们是同事。明白，同事。那同事我也得问问你，你对那左琴不会还有印象？想法能不聊这事儿吗？你是不是没得聊了？咱俩发小，别人我还懒得问呢。还有啊，行车记录仪这事儿，先别跟别人说。早点说清楚，早点复职啊！接手张强那案子呀，为什么不说？张强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这段时间一直是付小柔和张小波在跟进。我想让他们负责这案件的公诉。再说了，我欠付小柔一次上庭的机会。切，说来话长。那不行啊，高健。付小柔、张小波，那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相信他们，他们也需要这种锻炼的机会。行，你地盘你做主。我跟你说说铁力的事呗。说，我查到铁力去了美国，
去了美国？对，去了多久？有大半年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有难度吗？证据准备得很充分，我相信没有问题。我就喜欢你有信心的样子。你说在高处啊，最近运气特别差。哎，你这仗要是打赢了，那让高处高兴高兴，好事儿啊！我发觉你工作的样子跟高处越来越像了。你没事干了？胡说什么呢？赶紧工作去。我工作可多了。小波，你是不是又该吃药了？一会儿是吧？记住了啊。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，现在开庭。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赵东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经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2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赵东秘密窃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经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4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赵东一人犯两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69条，应当数罪并罚。本院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审判长，起诉书宣读完毕。被告人赵东，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，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？一致。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认定的罪名，你有意见吗？有。俺承认，俺是拿了他的财物，但是俺没有杀他呀。肃静。公诉人，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？没有了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，有没有问题要对被告人发问？有。请讲。赵东，你是不是说过要杀死张强？俺是说过，那也不能证明是俺杀的呀。你和你老公吵架，你有没有说过要把他给宰了？那也不能说是你杀的吧？当天我老公有没有去找你？他打电话说找我来，可他没来。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尸体。俺承认，俺把他身上的钱和首饰拿走了，但俺没杀他。你老公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？那谁把他杀了？那谁知道？既然你发现他死了，为什么不报警，还要拿走他身上的钱？他已经死了，他欠俺的钱那是铁定拿不回来了。俺从他身上把钱拿走，弥补一点损失，怎么了？是，俺从他身上拿了钱，那俺也不敢报警啊，俺也害怕呀。辩护人，请发表你的意见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对于被害人张强的死亡，我深表遗憾。我的当事人赵东从死者身上拿走钱财的行为的确不妥，但是如果因此就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，辩护人认为实属事实不清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叫我吗？这平时停的车多吗？这儿多，一到下班的时候吧，这儿就跟停车场特别多。那这有一个减速带，怎么没了？拆了。拆了多久了？拆了有小半年了吧。谢谢啊。没事。
好消息啊！昨天晚上，小韩在走访中发现了新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一家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朱一梦车祸案发现场的全部过程。太好了，你赶紧把光盘送过来。马上就送过去。好。看，又被粘了，对吗？怎么样了？证据审查的怎么样了？视频上可以清晰可见，整个事故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一梦突然闯出来，事故发生到车辆制动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。在这几秒钟内，车速很慢，但很显然，事故已经造成。第二个阶段，顿挫后继续前行，对受害者进行2次碾压，车速较快，但依然很平稳。第3个阶段，肇事司机下车查看情况。哎呀，满地都是血哦！哎呀，小孩子。还用打药？哦，这是不是可以理解？2次碾压不是司机故意的。我仔细的审看了，司机并没有要主动造成2次碾压的动作和想法。那他有反应时间吗？反应时间很短。那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，就不能确认是故意杀人。不能，还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更合理一些。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一个想法，但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说。我认为在级别和管辖的规范内，不应该由我们来起诉，应该由区院来起诉办理这个案子。但是这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家属造成再次的影响，他情绪波动会很大，而且区院也会认为我们在转移矛盾，可能反应跟效果会更不好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法院协调一下，还是由我们来起诉，他们来审理这个案子？毕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，我们来起诉，中院来审理也是合理的。怎么了，高叔？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但你的想法很棒，给你鼓掌。哎，那你什么想法呀？我都给你鼓掌了，你还有必要知道我的想法吗？这什么情况？他这人怎么高兴还不让人痛快了？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，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，支持公诉，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。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，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。下面，我们先梳理一下不存在争议的事实。被告人李立明驾驶车牌号为江 A43532的小型汽车，在本市富民巷经过时，将被害人刮倒在地。此后，被害人又被李立明驾驶的小型汽车碾压致死。根据最新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，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只有24秒，也就是这24秒，带走了朱一梦年轻的生命，带给了他的家人无尽的悲痛。被告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？交通肇事还是故意杀人？这两个罪名在刑期上有天壤之别，究竟认定哪一个罪名，取决于那短短的24秒时间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为此，公诉人在一遍遍梳理本案的证据后，认为被告人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，理由如下：首先，富民巷路况复杂，李立明驾车经过时存在客观上的视觉盲区，并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。其次，肇事车辆经过路段曾经有减速带，被告人依照驾驶经验
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这一辩解具有合理性，因此，本案只能认定李立明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。杀人犯，他是杀人犯。肃静，请公诉人继续发言。谢谢审判长。朱一梦值得同情，她是一个无辜的少女。我相信，这令人窒息的24秒，是一个永远的遗憾。如果人心是个法庭，我也相信，你们已经完成了对李立明的道德审判。但我需要请大家注意，道德评判只是一个价值判断，并不是法律判断。而法律要确定李立明的罪名，必须依靠事实，依靠证据，而不仅仅是道德。肇事司机可能有盲区，但法律没有盲区。怎么了？欲言又止的，有话说呀？有话你就说啊，不说我要下班了。哎，我说，那个，我最近啊，喜欢上一个人。是吗？那你给人打电话约他吃饭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约，这话怎么说呀？约哪儿啊？这方面我也不行，我也不会啊。你找错人了。我没找错人，我现在一见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了，所以我向你请教一下。你说你再怎么着是一个检察官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怎么什么事到自己这就麻爪呢？一见他我嘴笨啊。算了，那个不说这事儿了。哎，我有件事儿早想问你了，上次卡洛斯那件事儿是不是你帮高处找的证据？是啊，那是因为我也是检察官，我必须尽我所能的做好每一个案子，不能让工作出现任何瑕疵。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太像，你跟高处太像。像吧？啊，我师傅啊。你是？哎，那也是我师傅呀，我怎么就不像呢？小柔，好好把这整理好啊。翟导，这是早上一个村民发现的。一接到报案，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发现了一柄锄头，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凶器。保护好现场，马上把锄头和其他证物送技术室分析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死者右手手腕上发现了有表带的压痕，可是这表却不见了。我怀疑是在凶手行凶之后把表给拿走了。回去再说。哎，老乡，你好。最近村里来没来什么陌生人啊？没发现来陌生人啊。那死者和其他村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啊？我想想啊，他跟那个李新华吵过架。李新华在没在这儿啊？李新华在那儿，李新华在那儿呢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！你抓我干嘛？跑什么跑？走！你抓我干嘛？走！你抓我干嘛？抓我干嘛？你抓我干嘛？走！这儿就是案发的现场，这儿就是发现死者尸体的地方。凶器是什么？锄头，在这儿发现的。锄头上面有死者的血迹和李新华的 DNA。这2天这地方下雨了吧？案发当晚下了一场大雨，但是我们还是在锄头上找到了死者的血迹。这雨大概是在2点钟左右停的。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经法医的鉴定，大约在凌晨的1、2点。也就是说，案发的同时正在下雨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
行，你再去一趟刑警队，把案件详情跟老马了解一下。你从刑侦这个角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。我现在去啊？现在去啊？他们都下班了。哎呀，快下班了是吧？完了，下午，今天下午小双他们家长会。别老愁眉苦脸。小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内疚，家长会已经开完了，我有铁力爸爸就行了。嗨，金哥。其实你走以后，大家都很惦记你。这回回来有什么打算？能有什么打算？过一天是一天呗。铁力，铁叔叔出事以后，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，可我又不知道怎么聊。总之，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，重新开始。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行了，我父亲的事儿别提了，我都已经释怀了，你还介意什么？你放心，你父亲的事儿，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调查。是吗？那我静待佳音。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两个还像以前那样，可以心贴心的说话。是不是朋友不好说，但我永远是高双的干爸爸，这一点不会变。走了。我回来了。姐，哟，回来啦！爸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出国讲学去了。你就没什么跟我说的？我能说什么呀？跟我说一说，你5星级酒店房间住得舒不舒服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告诉我的。有个做律师的姐姐，哼，真没劲。哎呀，不过你说说，你眼睛怎么那么毒啊？啊？我不是眼睛毒，我傻呀。你几天几夜没回家住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和别人一起住的了。关键是跟谁住在了5星级酒店？谁说吧？还不好意思？就你这表情，你别跟我说是自己住的啊！我可知道，就你那点工资啊，付不起5星级酒店的价格。说吧，谁？又谈恋爱了？别说不是，别说不是，就你这个表情，我只有在你跟铁力谈恋爱的时候，在你脸上见过，是不是？我以为这个电话再也不会响了。
幸亏我爸那张电话卡没有被烧毁。你现在叫马明红，对吧？这个名字还是你给我起的。明红刀，轩辕剑。当时武侠小说看多了，不过马明红这个名字还是挺霸气的。铁力回来了，是不是铁力回来了？所以，你们俩现在住在酒店里。5星级酒店，他哪来的钱？那他没告诉你这几个月他去哪儿了，都干了什么？他也没跟你说他突然回来是为什么？没有啊。你这一问三不知啊！人家想走就走，想回就回。哎，你傻呀？你就这么喜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？他只要回来我就开心啊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没说我问什么呀，对吧？我只负责爱情的部分，其他部分啊与我无关。子阳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傻了。只要你跟铁力在一起，所有的一切都和你有关。我还记得，我爸以前跟我说，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，你正一个人对付7、8个小混混，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，为了100块钱。差点没被他们打死，是铁叔救了我。后来你就开始跟着他，这一跟10几年吧，17年，没有铁叔，就没有我。他已经不在了，只要按时吃药，不会有事。除非有人拿你威胁他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铁叔出事以后，铁叔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务必找到一个叫周游的人，绝不能留活口。放心吧，铁叔。第一个电话是铁叔打的，之后我又接了第2个电话。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喂，马刀，你是谁？我是铁总的朋友啊，我知道周游在哪儿，信不信由你。说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躲在这里，过着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日子。
现在我回来了，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帮我查清楚这件事。你可以拒绝，因为我不能保证你平安无事。铁叔是不会这么讲话的。对，犯罪嫌疑人也被抓住了，证据链也算完整。就算没有口供，咱们也可以起诉啊。完整个屁呀！别的一点不说，就说这佛牌，是被害人的还是凶手的啊？还有，案发当天几点停的雨，几点下的雨，你查清楚了吗？哎，小柔、小波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马队，高处让我们来重新梳理一下案情。坐吧，小韩，详细介绍一下。这是那天我们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。这是死者王丽，17岁，死在自家的包谷地里。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我们初步断定为强奸未遂，死者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。另外，我们根据调查，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把锄头，锄头上有同村男子李新华的 DNA， 而且死者额头上的伤口与这锄头的形状基本吻合。另外，我们根据调查还发现，李新华有前科，而且有作案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走访证实，在前一天，李新华和王丽发生过口角。我们当场就把李新华抓获了，而且在李新华家中搜出了衣物和手表。小柔、小波，我们都去过现场，你们觉得这个证据链够完整不？听起来证据链比较完整了。这就叫完整啊！小韩，带他们俩去听听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回来再商量。好，好，是。包就放这儿。好。小铁总，我觉得有件事需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江东商行的行长蓝和培给丁红来过电话。丁红是从江东商行收购了江东集团，他们之间有联系，正常。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，蓝和培跟丁红说，让他不要步董事长的后尘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是内线电话，我不方便往下听。李新华，我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，找你来了解一下案情。我是冤枉的。我们来就是为了查明事情真相。你们相信我是无辜的吗？有没有罪用证据说话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能仔细回忆一下吗？那天我跟几个朋友去喝酒。来，马上！到饱了，来，倒上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多喝！不好意思，什么叫呀？怎么端菜的啊？不好意思，你喝多了是不是？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擦开。我这是今天新买的衣服啊，我给你擦干净。去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喝呀？我回家换衣服去。行。哎，换完衣服抓紧时间回来。我看见王丽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当时很害怕，转身就跑了。你没拿什么东西吗？对了，
时为什么没有报警？我有犯罪前科，又跟王丽吵过架，我怕别人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当时我就没敢说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你们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啊！那你看见警察为什么跑啊？我拿了他手表，然后那天你就径直走过来，我以为你要抓我，我当时心里很害怕，我想这下完了。就是这样的。你怎么今天专门跑到刑警队来接我呀？这正好顺路嘛，时间又赶一块儿了，怎么了？你不害怕呀？我害怕什么呀？你不怕我妈突然上车呀？哇，你干嘛呀？你真怕成这样啊？红灯。哦。你跟高双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什么叫还行啊？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13岁，青春期，思想发育、身体发育的时候，而且他对母亲的爱也是渴望的、需要的。我觉得你还是让他和妈妈见一次面，这对他接下来的成长是绝对有帮助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我考虑一下。高姐，没事儿，就是有点感冒，咳嗽。我想了一下，让少龙过去陪你几天，我明天送他过去。哎，不用，千万别，那个小孩抵抗力差，别传染给他了，回头。铁总，这位是世华集团常务副总李文达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来，走，铁总，去走。这段时间，小铁总身上发生了变故，我有所耳闻。知道小铁总回到江东，我出差一回来，立刻让米莱达约你见面。听闻邱总一向不喜欢没有利益的社交活动，今天约我来，不单只是嘘寒问暖吧？小铁总快人快语。好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听说江东集团被丁红收购了。江东集团这么大的盘子，无论是谁接手，压力都很大。我倒是乐见其成，让丁红接手。哎呀，真是胡父无犬子。小铁总的这份豁达和通透，青出于蓝。来，小铁总，敬你一杯。幸会。邱总最近在做什么呀？最近啊，准备做一些
有色金属的交易平台和相关的一些业务。厉害啊！我前段时间在美国接触过有色金属期货，稀缺原料，油水很大。可是国内的审批恐怕比登天还难吧？其实这个项目是商行行长蓝和培拿下的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项目。我呢是他们首选的合作。蓝和培，对，这可是人物啊，上面有人罩着呢。有人在他身后扶持他，知道是什么人吗？不太清楚，但是能够把有色金属交易的执照拿下来，这个人一定不是凡人。邱总跟我说这些，不会只是炫耀手里有这么好的项目这么简单吧？小丁总啊，蓝和培要求他的合作方出全部的先期资金，至于江东集团的事，他对你没有伸出援手，那也是在商言商。小铁总，只要你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，你们铁家重振雄风指日可待。想让我代资加入？钱当然是给熟人赚的了。能给我什么条件？条件你随便提，我都答应。来，小铁总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那我考虑考虑。太好了。其实啊，这个项目是商行的行长蓝和培拿下来的。蓝和培，这可是人物啊，手指通天，上面有人罩着呢。有人在他身后扶持他，知道是什么人吗？这个人一定不是凡人。铁力，查邱炳森和蓝和培的关系。好，那我再考考你们。说，在锄头上发现了李新华的 DNA， 你怎么看？案发当时正在下雨，按理来讲 ，DNA 属于水溶性物质，是不可能在下过雨后提取到任何人体 DNA 的。那为什么提取到了李新华的 DNA， 又为什么只提取到了他一个人的 DNA， 而被害人的却没有？你给个解释吧。你都看出来了，我能结案吗？我能起诉吗？我这个算草菅人命吗？不算。算不负责任吗？不是。只有一种可能，被害人在被害的时候是在雨中进行的，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李新华呢？我推测啊，可能是雨停之后来到了犯罪现场，无意当中碰到了现场的锄头，留下了痕迹，有可能吗？这树要皮，人要脸。我之前犹如丧家犬一般的被赶离江东，这事儿您也应该知道吧？您是我的长辈，我不瞒着您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仇。报仇？跟谁报仇啊？我查过了，我爸是被丁红逼死的。我把前脚死，丁红他后脚就收购了江东集团和我们铁家的私产，
还羞辱我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今天我回来，我就要弄死他。啊，对，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听到你们聊，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这个，你给我讲讲。这个佛牌原产地是泰国，价格昂贵，不可能是被害人，也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，而且在尸体底下发现的。我怀疑是凶手故意留在犯罪现场的，这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。按我们的行话来讲，这叫标记行为，要么就是挑战法律，要么就是自我救赎。有这种心理畸形的罪犯，凭我的经验，他会再次作案，而且还会在现场留下标记。知道怎么回复高见了吗？失窃的物品找到了，拘留期也过了，先放着。还有其他嫌疑人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呢，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佛牌，我派人去泰国查了，只要找到佛牌的出处，离真相就不远了。要不是你坚持，有可能还会出问题。那必须啊！新时代啊，政绩为中心，别拿老眼光看我们啊！公安也得进步。哎，对了，我看见左琴了，双双怎么和他在一块儿？是，我送双双过去的。他其实也需要母爱，这样做是为他好。